美国之所以屡次干涉台湾问题，不但有遏制中国复兴或崛起的原因，也有这些议员们不学无术却还要哗众取宠的原因。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欢迎来到包明说。今天的节目我再说一说美军2名高官参加美国国会听证的事儿。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西方的舆论一直在把乌克兰与中国台湾放在一起来议论。其实这种议论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美国能不能动用武力阻止中俄2个大国的军事行动。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总统拜登明确的表态，绝不会出兵进入乌克兰。现在战争打了1个多月了，很多人把拜登的这个表态看作是俄罗斯敢于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显然这种观点完全没有考虑到俄罗斯的处境和俄罗斯的发动这一次特殊军事行动的决策的依据。但是这个观点却影响到了一些美国议员4月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参联会主席米利同时出席。他们被议员当场提问，如果派遣美军进驻台湾，会不会把解放军吓回去，不敢收复台湾？问这个问题的是威斯康星州共和党籍的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当时的议程是乌克兰问题，但是他忽然跑题了所以让场面非常的尴尬。奥斯汀对这个问题采用了避而不谈的办法。他说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我不建议直接比较乌克兰和台湾地区，因为这2者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他还说不想猜测中国从乌克兰的局面中得到了什么与台湾地区相关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地方要表扬奥斯汀一下。这个人一上台，虽然就在亚洲各国穿梭访问，试图建立一个反华的军事同盟，但是在台湾问题上，他至少知道军事类的红线设定在什么地方，而这条红线是不能碰的。其实乌克兰和台湾地区不仅仅在政治地位上有天壤之别，从军事行动的角度来说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军事应对的模式不可能套用到台湾上来。可以说，如果美国对乌克兰是有办法有选择的话，那美国对台湾是有想法没办法。乌克兰地处欧洲大陆，周围有4个北约的成员国接壤，分别是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黑海的对面还有一个北约的成员国土耳其。这几个国家差不多都遭受过沙俄的反复的入侵，对俄罗斯那是有着深重的历史恩怨和浓浓的戒心。所以北约要通过他们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是比较顺畅的。假如有一天北约决定出兵乌克兰，那这几个国家也必定会参与。波兰已经公开的表态，支持在乌克兰的利沃夫州部署1万人。台湾是一个岛屿，处在中国的领海线之内。美国要想给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只能靠空运或者是海运。空运的容量小，代价高，海运的容量大，但是速度慢。而台湾的2大港口基隆和高雄几乎都是在面向大陆的一侧，与岛上的所有的机场一样，解放军都有办法实施彻底的封锁。如果美国神经错乱真的打算派兵协防，那也只能靠空运或者是海运上岛。现在台岛全境都在解放军的海空火力打击范围之内，美军要前来抱团送死，那当然是多多益善了。美国的这些政客们并不全是草包但是毕竟术业有专攻，人不可能什么都懂。某些议员一定要在自己不懂的领域表达自己的关切，奥斯汀或米利也就只能无语了。但是在听证会上，他们又不方便指责这些议员老爷缺乏常识，所以只能含糊其辞了。在听证会上，议员们胡乱的指责军人的事情不止这一件。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众议员马特盖兹指责五角大楼过于关注觉醒主义，却忽视了军事实力。所谓觉醒主义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全国大搞所谓的多样性，特别是性别问题。
这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现象。不过成为政治正确之后，连美军也无法置身事外，被迫开发了所谓的觉醒主义的理念，来迎合拜登政府的主张，这一点遭到了共和党保守派的尖锐的反对。这位盖茨呢，就是其中之一。他指责美军在预判乌克兰局势和阿富汗局势的时候搞砸了，高估了援助对象的实力。其实呢，盖茨的说法根本是张冠李戴，美军对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啊，其实是低估了，而不是高估了啊，不存在什么搞砸的问题。阿富汗撤军是特朗普政府期间做出的决定，拜登政府不过是继续执行，这锅不能让奥斯汀呢背的。于是这位黑人国防部长当场和他吵了起来。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之所以屡次干涉台湾问题，不但有遏制中国复兴或崛起的原因，也有这些议员们不学无术却还要哗众取宠的原因。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